各位平时在生活里，敢不敢拍胸脯保证，你这辈子在外打拼，从来没遇过那种处处扯你后腿，怎么看你都不顺眼，甚至踩着你往上爬的小人。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遇到这种烂人烂事，你是不是气得牙痒痒，连饭都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花大钱去找老师改风水，买法器挡煞。但其实你越是在心里生闷气，越是跟他针锋相对，就等于主动把大门敞开，把他的毒气全吸进自己身体里，最后倒霉的绝对是自己。最大的风水不在祖坟上，而在你的心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佛门里传下来的3句救命咒，只要在心里把这3句话弄明白，不用撕破脸，你瞬间就能扭转周身磁场，把恶缘硬生生转成善缘。至于该怎么做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要把这3句话用好，我们不需要懂多么深奥的道理，我们不讲天上飞的神仙，我们就讲讲地上的凡人。在古印度的一个繁华市集上，有一位做布匹生意的居士，大家都叫他阿福。这个阿福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踏实憨厚的中年人一样，本本分分，为了家庭勤恳打拼。他每天早早开门，把布匹马放整齐，对顾客客客气气，童叟无欺，宁可少赚点，也绝不卖瑕疵品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人老天爷也该赏口饭吃。可是啊，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是非。阿福的店正对面新开了一家规模更大、装修豪华的经济布庄。金老板财大气粗，为人霸道嚣张。他见阿福生意平稳，心里不痛快，觉得抢了客源，便开始处处针对阿福。这金老板不仅在价格上恶意竞争，更是喜欢在精神上打压。有一次，趁着市集人来人往，金老板故意走到街中间，指着阿福的店门大声嘲笑。各位快来看看，对面阿福卖的那叫什么破烂货，那种粗糙料子就配给路边乞丐做衣裳，想穿得体面还得来我这。阿福啊，你看你那穷酸样，这辈子就是受穷的命。周围人有的起哄，有的同情。各位，你带入阿福想一想，被同行当街指着鼻子侮辱，心里什么滋味？阿福当时气得脸色通红，浑身发抖，双手死死抓着柜台。他心里滴血，我凭良心做生意，你凭什么糟践人？真想撕烂你的嘴。可是阿福是个老实人，转念一想，人家财大气粗，跟官府有交情，真打起来吃亏的是我。算了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他低着头，假装整理布匹，把眼泪硬憋了回去。但是各位朋友，忍气吞声真能风平浪静吗？大错特错。易经里讲，气是需要流通的，你强行把这口恶气压在心里，它就会在身体里横冲直撞，这就叫气血逆流。那天晚上，阿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金老板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，不知不觉把嘴唇都咬破了。太太关心个一两句，阿福直接像炸药包一样炸开，冲着太太大发脾气，吓得太太缩在墙角偷偷抹眼泪。第二天，阿福顶着黑眼圈去开店，因为一肚子怨气，整个人精神恍惚，不仅算错了账，还因为顾客多问2句价钱，不耐烦地跟人吵了起来。顾客气呼呼地走了，直接去了对面的金庄。金老板站在门口，笑得乐不可支。你看，
这就是最典型的风水被破坏。阿福心里的怨恨变成了一股极强的负能量。一个人如果印堂发黑，满脸戾气，在风水上就叫阴煞照顶。谁愿意靠近一个散发着怒火的人呢？阿福生意一天不如一天，太太跟他冷战，身体也垮了，他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，整个人就像霜打的茄子，蔫了。阿福实在没办法，听说远处灵鹫山上有一位大智者世尊佛陀，能解世间烦恼，他就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往山上跑。秋天的灵鹫山风水极好，桂花飘香，梵音阵阵，可阿福没心思看风景，满肚子都是翻江倒海的怨气。他冲进金舍，扑通一声重重跪在佛陀面前。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阿福脸色蜡黄，眼圈乌黑，嘴唇带着血痂，他浑身发抖，眼泪唰地流下来。世尊啊，求您救救我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佛陀坐在菩提树下，慈悲地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一个发高烧说胡话的孩子，温和地问：善男子，什么事把你的心火烧得这么旺啊？阿福像倒苦水一样，把金老板抢生意、当街辱骂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，越说越激动，拳头攥得死紧。世尊，我一辈子没做亏心事，他凭什么踩我？我恨不得跟他同归于尽，可我没钱没势斗不过他，我现在连觉都睡不着，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佛陀静静听着，没打断也没讲大道理。等阿福情绪稍微平复，佛陀站起身，走到旁边一棵几百年树林的古老菩提树下，佛陀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转过头问阿福：阿福，你看这棵大树，它站在这几百年，经历过多少次狂风暴雨？你告诉我，当狂风肆虐的时候，这棵树是怎么做的？阿福擦了擦眼泪，愣了一下，老老实实地回答：世尊，狂风吹过来，这树的叶子会被吹落，树枝会被吹得摇晃，但只要风一停，它还是好好的站在那里。为什么风吹不到它呢？佛陀接着问：因为它根扎得深啊，哪怕上面的枝叶被吹断了几根，只要树根没动，它就死不了。阿福毕竟是个手艺人，这点常识还是有的。佛陀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得好，阿福，那个金老板对你的辱骂、嘲笑、打压，就是外面的狂风暴雨，而你的心就是这棵树的树根。佛陀收起笑容，语气变得十分庄严。狂风暴雨是不由你控制的，别人长了一张嘴，他会要口出恶言，你能拿一块布把他嘴堵上吗？你堵不住的。但是你的树根稳不稳，是由你自己决定的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要竖起耳朵了。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最核心的一个易经智慧，叫做境随心转。佛陀告诉阿福，你之所以这么痛苦，觉得自己的风水全坏了，根本不是因为金老板骂了你，而是因为你把他的话当真了。这就好比什么？好比两个人比武，比拼内力。在我们易经里讲，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两股气的交锋。那个金老板满肚子的坏水，他散发出来的是什么？是阴煞之气，是负能量。他当街骂你，就是在向你发射这股毒气。如果你这个时候气急败坏，你心里一慌、一委屈、一愤怒，哎呀，坏了！你等于主动撤掉了自己身上的护体罡气，把大门敞开，把他的毒气全吸进自己的身体里了。
你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跟太太吵架，这就是你的磁场被他彻底破坏了。你在心里偷偷生闷气，你以为他不知道。他看你一天比一天憔悴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差，他高兴得很呐。你越气急败坏，小人就赢得越漂亮。佛陀看着阿福，反问了一个千古名言：阿福，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，你拒绝接受，那么这份礼物最后属于谁？阿福想了想说，既然我不收，那肯定还是属于送礼的那个人啊。正是如此。佛陀掷地有声地说，金老板送给你的辱骂、嘲笑、嫉妒，就是一份装满毒药的礼物。如果你心如磐石，根本不随他起舞，这份毒药最后只会烂在他自己手里，毒死他自己。听到这里，阿福如遭雷击，整个人一下子呆住了。他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这几天自己简直就是个天大的傻瓜。人家扔过来一块沾着屎的石头，自己不仅接住了，还把它揣在怀里，天天拿出来闻一闻，恶心自己。这能怪谁？只能怪自己心里的那个我执太重，太爱面子了。阿福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他仿佛看到了一条生路，急切地跪着往前挪了2步，抱住佛陀的脚问：世尊，我懂了，我不该接他的毒气，可是他天天在我对面恶心我，我到底该怎么修这颗心，才能做到真正的不理会、不动怒呢？求世尊教我。佛陀看着阿福，终于开窍了，眼中闪过一丝神妙的光芒。他缓缓地说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被动的风水局，让你在面对任何恶人的时候都能刀枪不入，甚至反过来化解他的煞气。我教你3句话，只要你熟记这3句话，你的命运马上就会翻盘。阿福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佛陀教他破解之法。佛陀看着阿福，慢慢地说出了第1句救命咒。他也有苦。阿福一听愣住了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心想：世尊啊，您是不是在拿我寻开心？那个金老板住着豪宅大院，顿顿大鱼大肉，出门还有8抬大轿，他天天变着法地欺负我，他有什么苦？我才是那个连觉都睡不着，马上要喝西北风的最苦的人了。佛陀看穿了阿福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说：阿福啊，你只看到了他外表穿金戴银的风光，却没看到他心里头那是千疮百孔啊。接着佛陀用他无碍的智慧，给阿福揭开了金老板的底牌。原来这个金老板虽然现在腰缠万贯，但他从小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。他从小在街头乞讨长大，受尽了世人的白眼、辱骂，甚至毒打。后来他靠着一些见不得光的狠毒手段，好不容易发了横财。正因为他穷怕了，从小被别人踩在脚底下踩怕了，所以他现在极其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可是老天爷的规律是公平的，易经讲得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金老板虽然有钱，但由于手段不干净，他家里是鸡犬不宁，太太跟他同床异梦，儿子是个败家子，天天在外面惹是生非，败坏家风。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要睁着一只眼睛睡觉。他提心吊胆，害怕自己的钱哪天就被仇家算计没了，害怕别人背地里笑话他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。佛陀语重心长地跟阿福说，你看金老板天天在街上大呼小叫，踩低捧高，其实他就像是一只虚张声势的刺猬，
把全身的刺都竖起来，到处扎人，是因为他心里极度没有安全感。他看到你阿福虽然没几个钱，但是夫妻恩爱，做生意踏踏实实，周围邻居都信赖你，他那是嫉妒你啊。他内心的恐惧、焦虑和嫉妒就是他的苦。阿福他生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各位朋友，我们说到这里，各位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现实生活里遇到的那些喜欢张牙舞爪，到处贬低别人，处处显摆自己优越感的人，是不是都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？一个真正内心富足、生活幸福的人，他哪有那个闲工夫天天去盯着别人，去酸别人呢？凡是喜欢刺伤别人的人，他自己的心里一定是残缺的，甚至是扭曲的。我们老祖宗说得好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这就是人性。佛陀告诉阿福，当你弄明白这个道理，在心里念出他也有苦这4个字的时候，你看金老板的眼神瞬间就会发生变化。以前你觉得他是一只要吃人的老虎，你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愤怒。现在你明白了，他只是一只生了重病，因为痛苦而到处乱咬人的野狗，或者说是一个心里千疮百孔的可怜人。这个时候你还会跟他针锋相对的去吵架吗？你不会的，你只会觉得他可悲可怜。各位，在我们易经里，这就叫做阴阳转换，这可是最高级的风水秘诀。你原本心里的那种怨恨、委屈暴露，在风水上叫做阴气、煞气。这股气憋在心里，会伤害你的五脏六腑，败坏你的财运。但是当你生出同情心，觉得他可怜的那一刻，你的心量一下子就打开了。这种同情和慈悲，就是天地间最纯正的纯阳之气。阳气一升上来，阴气自然就退下去了，你的正能量磁场瞬间就建立起来了。金老板的那些恶毒的话，再也刺不穿你的护体罡气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你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维度，在俯视他，他骂得越凶，你越觉得他可悲。阿福听到这里，犹如醍醐灌顶，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憋在胸腔里的浊气。他摸了摸自己被咬破的嘴唇，突然觉得对门那个张牙舞爪的金老板好像真的没那么可怕了。可是佛陀看着刚松了一口气的阿福，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极其犀利。阿福，光看透他还不够，因为你的心里还藏着一个更深的毒瘤。你要想彻底翻身，还得用第2句救命咒，给你自己动一次大手术。阿福听了佛陀的第1句话，他也有苦，心里豁然开朗。原本对金老板的怨气，瞬间变成了同情。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这下子自己的风水终于顺了。可是佛陀并没有让他就这么轻松的过关。佛陀看着刚松了一口气的阿福，脸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，那眼神就像一面照妖镜，直勾勾地照进了阿福的五脏六腑。佛陀犀利地问：阿福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高尚？是不是觉得金老板是个可怜虫，而你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？阿福被佛陀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弄得有点发懵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世尊，我难道不是受害者吗？我做生意本本分分，是他先来招惹我的啊！佛陀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阿福啊，你看得清别人的病，却把自己的脉给摸错了。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委屈，最根本的原因
是因为你心里长了一个巨大的毒瘤，这个毒瘤的名字叫做我执，也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接着佛陀教给了阿福第二句救命咒：我亦如是。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？翻译成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就是我也是这种德性。阿福一听，连连摆手，满脸通红的辩解：世尊，您这可就冤枉我了，我可从来没有像金老板那样当街骂过人，我也从来没有仗势欺人过啊，我怎么会跟他一样呢？各位朋友，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和阿福一样觉得不服气？遇到讨厌的人，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占理的一方，是清白的一方。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，《易经》里是怎么讲的？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阴暗面，都有佛家讲的贪嗔痴。佛陀毫不留情地揭开了阿福内心深处的遮羞布。阿福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当你的布庄生意红火，街坊邻居都夸你实在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飘飘然过？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乞丐，你心里有没有升起过一丝瞧不起他们的骄傲？你嫌弃金老板嫉妒你，可是当你第一眼看到金老板开了一家比你大3倍的豪华布庄时，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泛起过一阵酸溜溜的嫉妒吗？你有，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大喊大叫的表现出来而已。但你心里的那颗嫉妒的种子，那份骄傲的种子，和金老板是一模一样的。听到这番话，阿福像被雷劈的一样呆立在当场。他回想起自己生意好的时候，确实经常在太太面前吹嘘自己有多能干。回想起经济布庄开业那天，自己躲在门缝里偷看，心里确实咒骂过一句：有什么好爱现的？早晚倒闭。原来自己并不是什么洁白无瑕的圣人，自己和那个令人讨厌的金老板一样，都是在这红尘俗世里被虚荣、面子、利益牵着鼻子走的凡夫俗子。佛陀语重心长地说：般若心经里讲照见五蕴皆空。你厌恶金老板的嚣张，是因为他的嚣张刺痛了你的面子。你觉得委屈，是因为你觉得我被侵犯了。一旦你承认了我亦如是，承认了自己也是个有缺点的凡人，你心里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就消失了，没有了靶子。金老板射过来的毒箭，又能射中谁呢？各位朋友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！我们为什么会跟别人针锋相对？因为我们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觉得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但是当你遇到讨厌的人，你在心里默默念一句：我亦如是。大家都是凡人，都有七情六欲，都有犯浑的时候，你这一念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你身上的戾气会瞬间消散，你的心态会瞬间放平。这就好比两个人拔河，你突然松手了，对方就会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你不再和他处于对立的磁场中，你的心量瞬间就扩大到了天地之间。阿福扑通一声再次跪在地上，这一次他不是因为委屈而哭，而是因为羞愧和顿悟。他擦着眼泪说：世尊，我懂了，金老板是我的镜子，照出了我心里的贪婪和骄傲。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人。佛陀欣慰地笑了，点了点头。可是佛陀的教导并没有结束，因为防守做得再好，也不如主动出击。佛陀即将传授给阿福第三句，也是威力最大的一句救命咒。这第三句话在历史上曾经帮助一位皇帝直接把死敌变成了忠臣。
这就说到我们刚才讲的，阿福终于看破了自己心里的我执，承认了我亦如是，放下了高高在上的价值，他觉得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但是佛陀看着他，却语重心长地说：阿福啊，你看破了金老板的苦，也放下了自己的骄傲，这在风水里叫做避凶，也就是你不再吸收他的负能量了。可是光避凶是不够的，要想真正扭转乾坤，你还得学会造极。这第3句救命咒就是天地间最强的造极之术，愿他安乐。阿福一听这4个字，刚平复下来的心情一下子又激动起来了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连连摇头：世尊，前面2句我都能接受，可是这第3句打死我也做不到啊！那个金老板天天变着法地恶心我，搞垮我的生意，我不骂他，不恨他，已经是大慈大悲了。您现在居然让我祝他安乐，祝他发大财，过好日子。世尊，我阿福是个老实人，但我不是脑袋有问题啊。各位朋友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阿福说的有道理？遇到那种坑我们害我们的小人，我们巴不得他出门摔跤，喝水塞牙，怎么可能还真心祝愿他过得好呢？这不是脑筋死板吗？佛陀没有责怪阿福，而是微微一笑，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佛陀说：阿福，你先别急，你听我讲讲，古时候有一位皇帝，他是怎么用这句话把自己的死敌变成最忠诚的手下的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位英明的皇帝，治国有方，偏偏朝里有位3朝元老，处处跟皇帝作对。皇帝要节俭，他非大兴土木；皇帝想休养生息，他非要出兵。他甚至经常在百官面前毫不留情地顶撞，让皇帝下不来台。皇帝气得半死，一见他就凶闷，恨不得砍了他的脑袋。但碍于老臣门生众多，怕动荡朝局，皇帝愁得夜不能寐。后来皇帝微服私访，遇到一位高人，高人送了他一句救命咒，嘱咐道：对付这种人，最狠的招数就是每天在心里真心实意地默念愿他安乐。皇帝觉得是无稽之谈，高人反问：这老臣为什么天天找麻烦？因为他害怕您削弱他的权力，他心里不安乐。一个内心痛苦不安的人，就像到处乱咬人的疯狗，您祝他安乐，他心结打开了，日子舒心了，还会盯着您咬吗？各位仔细品品，真正幸福的人是绝对不会去为难别人的。凡是找你茬的小人，一定是他自己遇到了巨大的痛苦。佛陀郑重地告诉阿福：你助小人安乐，不是低头，而是用善念去化解他身上的凶煞之气。这就是顶级的帝王心术。皇帝回宫后变了，老臣在顶撞，他不再发怒，而是静静看着他，默念：他也有苦，我亦如是，愿他安乐。奇迹发生了。易经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当皇帝心里充满包容时，老臣感觉到了，他发现皇帝的眼神不再像刀子，而是像水一样平和。老臣心里的刺软化了。3个月后，他突然跪地，老泪纵横地认错，承认自己嫉妒年轻皇帝的才干。从此他成了皇帝最得力的助手，还帮着平定了叛乱。佛陀讲完这个故事，看着阿福说：阿福，你希望金老板天天像个恶鬼一样缠着你，还是希望他内心安乐，转过头去好好过他自己的日子，再也不来烦你？阿福恍然大悟，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
眼泪夺眶而出。世尊，我明白了，我助他安乐，其实就是在放过我自己，在为我自己扫清障碍啊。各位朋友，当你遇到讨厌的人，在心里默默念上一句愿他安乐的时候，你的格局就已经超越了普通人，达到了帝王和圣贤的境界。你的心量有多大，你的福报就有多大。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强大的人际风水局。各位朋友，阿福的故事讲完了，皇帝和老臣的故事也讲完了。好了，今天唠唠叨叨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我们有些老朋友记性不好，或者刚才光顾着听故事，把最要紧的几个保命绝招给忘了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再像个老妈子一样，最后给大家啰嗦一遍，帮你们把重点牢牢地刻在脑子里。大家千万要记住，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最大的禁忌，就是别人一骂你，一惹你，你马上就火冒三丈，针锋相对地去跟他吵，或者憋在心里生闷气，这就叫接了小人的毒气，破坏了你自己的护体刚气，你气病了，小人就赢了。那么几个救命招是什么？就是佛陀传下来的那3句话。遇到讨厌的人，在心里默念第一句，他也有苦，扒掉小人嚣张的外衣，看透他内心的恐惧、自卑和千疮百孔。你懂了他的苦，你的怒火就变成了同情。第二句，我亦如是，拿镜子照照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凡夫俗子，也有骄傲、嫉妒和贪婪的时候。承认了这一点，你就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我执，不再觉得委屈。第3句，愿他安乐，这是最高级的帝王心术。一个真正幸福安乐的人，是不会到处咬人的。你真心助他安乐，就是在化解他身上的凶煞之气，也是在为你自己扫清一辈子的障碍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天天在频道里讲国学、讲易经、讲命理，很多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第一反应就是去算命，到处花大价钱请人看风水，买个貔貅，买个水晶摆在家里，以为这样就能发大财、走好运，挡小人呢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大错特错。今天我借着佛陀的智慧，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，世间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外面，而在你自己的身上。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。易经里讲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你的心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磁场发生器。如果你这颗心里天天装满了算计、嫉妒、怨恨，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就眼红，看到别人倒霉你就幸灾乐祸，那我告诉你，哪怕你把你家祖坟迁到龙脉上，哪怕你身上挂满了开光的法器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也是阴风阵阵，你早晚会把好运全部败光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这颗心充满了包容，充满了慈悲，遇到烂人烂事，你能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看到别人受苦，你能生出怜悯之心，面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你还能在心里默默祝愿他一句，愿他安乐。各位，当你做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本身就是一个会发光的太阳。你心善了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风水宝地，你根本不需要去算命，因为你自己的这颗善心就会感召天地间所有的正能量，把全天下的福报源源不断地吸到你自己的身上。这就叫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大家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，听老师讲完这些老掉牙却又字字珠玑的道理，说明我们之间
有很深的缘分，更说明你们每一位都是有大福报、大善根的人。网络世界虽然隔着荧幕，但它绝对不是虚拟的，它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。大家看影片时产生的每一个善念，都在影响着这个空间的风水。如果你觉得老师今天讲的这几句话对你的生活和心境有一点点启发，不妨给我们这个频道按赞订阅，留在我们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磁场里。以后我们还会经常在这里用老祖宗的智慧给大家解开心里的死结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在留言区结个善缘，留下你的那句愿大家皆得安乐。当几千个、几万个善良的念头汇聚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能量福报池，不仅能化解你身上的业障，这股福气也会回向给你和你的家人，保佑你们平平安安、顺遂一生。我们下期再见。